申不太，把东西留下。你现在走，我还能当没见过你。这话你自己信吗？花轿案是谁让你们做的？我没耐心陪你耗，现在说你还能活？花轿里的新娘不是第一个。京城里最出名的病弱贵人只有一个，冥王萧凌燕。沈昭，你还不认罪？沈昭，我妹妹今日出嫁，连喜街都没走出去，就死在花轿里。你收钱放走凶手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她才17岁？所有人都認定他收錢放凶，可他根本沒來得及替自己辯解。沈昭，人證物證俱在，你現在認罪，本官還能念你年紀輕，從輕發落。大人說人證物證俱在，我想問一句，人證是誰？物證又是什麼？有人看見你在花轎經過前收了一袋銀子，也有人看見那男人從花轎旁逃走。沈昭，事情已經鬧大了，你現在硬撐，對你沒好處。陸少穎的意思是我認了，京兆府就能交差了？放肆！公堂之上，豈容你胡言亂語？屍檢驗了嗎？兇器找到了嗎？逃走的人抓住了嗎？指認我證詞核過幾遍？這些都沒有，就急着讓我認罪。大人，你們是在審案，還是在找人頂案？沈昭，你說這麼多，是想替自己脫罪？你妹妹死了，你恨我，我能理解。但你若真想替她討公道，就別急着替兇手認下一個替罪羊。仵作已經看過蘇家小姐死於匕首刺胸，你還想狡辯到什麼時候？驗屍仵作格目已經驗過，總該落筆。死者傷在何處，身前幾分，出血如何，衣物有無破損，跡跡這些都寫了嗎？事發突然，仵作只粗看過傷口，還沒來得及落格。屍格沒有，兇器沒有，嫌犯沒有，倒是我的罪已經有了。大人，讓他看，我妹妹已經死了，我只想知道她到底是怎麼死的。接官。是。綁着看。沈昭。此人不會撒謊。陪你看日升夜淺，陪你看滄海變遷，陪你我不會傷他。你看出了什麼？轎內看着亂，可亂得太刻意。這是緣，亦是命中最美的相見。沈昭，你看夠了沒有？若說不出個所以然，本官現在就治你擾亂公堂之罪。蘇小姐不是被匕首刺死的。胡說！胸口傷就在那兒，滿堂人都看得見。看得見，不代表那就是死因。
這一刀是死後補的，真正讓他斷氣的是脖子上的勒痕。可我妹妹一直坐在花轿里，外面那么多人看着，谁能进去勒她？這就是兇手聰明的地方，他不一定是從外面衝進去的，他原本就在送親隊伍裡，也有機會靠近花轎，甚至進入轎中。比起讓我認罪，大人不如先查查這個。真正殺他的人不在轎外，在轎裡。沈昭，你最好想清楚再說。今日公堂之上不是你胡亂攀扯的地方。是不是胡亂攀扯？大人讓仵作再驗一次就知道。来，你先前验過蘇家小姐，說她死于匕首刺胸。回大人，先前只是粗验，胸口傷處最顯，小人便先報了刀傷。勞煩您再看看這裡。大人，頸上的確有勒痕，痕跡極細，像是細線所致。若不細看，很容易被蓋頭壓痕和妝粉遮過去。所以我妹妹不是被人一刀刺死的？不是，她先被細線勒住頸部，之後才被人補上一刀。她是先被勒死，之後才被人補了胸口那一刀。那一刀是給外人看的，目的是讓所有人以為她死於當街刺殺。你怎麼確定刀傷是後補的？有沒有可能她先中刀，後來又被勒住脖子？若活着時中刀，血會往內山深處進，也會隨着掙扎留下噴濺和擦蹭。他臨死前真正抓過的東西是細線，若他先中刀，本能反應應該是去按傷口，不會只留下這種痕跡。就算蘇小姐死因有疑，也不能證明你沒有收錢放人。若是外面的人一刀刺進去，血跡該順着刀勢帶出來，可這裡更是這一動上，更是後來抹上去的。新娘若真在轎中被刺殺，掙扎時留下的痕跡不會這麼整齊，這裡更像是有人事後補出來的。那兇手到底怎麼進去的？花轎那麼小，外頭又都是人，這就要問送親隊伍了。小的小什麼都不知道。青天大老爺明鉴啊，老身只是個送親的，哪敢害蘇小姐？蘇小姐上轎前，最後一個碰她的人是你。是老身，新娘子上轎前總要有人扶一把，壓一壓蓋頭，這都是規矩。那你扶她上轎時，她人還清醒嗎？清醒得很，她還同老身說了幾句家常呢。她說了什麼？我妹妹出門前心裡緊張，若真同你說了話，你不會一點都記不住。蘇小姐嫌轎裡悶，讓她把蓋頭壓鬆些。你撒謊！我妹妹從小怕冷，不怕悶。今早我替她蓋蓋頭時，她還說外頭風大，讓我別開窗，還不從實招來！大人饒命，老身真的沒害人，老身就是收了一點銀子，替人多壓了一次蓋頭。你進轎的時候，蘇小姐還活着嗎？不知道就把你看到的說出來。她是自己坐着，還是被人扶着？她低着頭，身子有點歪。轎裡還有個男人，穿着送親小厮的衣裳，半張臉被擋着。他說蘇小姐不舒服，讓老身壓好蓋頭，別讓外頭人瞧出來，免得誤了吉時。只見轎中有陌生男人，為何不報？老身以為只是替土家遮醜啊！我妹妹的命，在你眼裡就值50兩銀子。胸口刀傷和轎內血跡成了所謂刺殺證據。大人，現在能重審了嗎？即便花轎案另有內警，你身上的嫌疑也沒有洗清，指認你收銀子的人還在，逃走的男人也尚未歸案，所以更該查指認我的人是誰，查逃走的男人從哪兒來，查喜娘收的50兩銀子出自哪裡。蘇小姐臨死前攥着他，說明他一定和兇手有關。沈昭，你是在教本官辦案？周大人，既然案中有疑，重審便是。人命案查慢些不要緊，查錯了才是真正麻煩。宁王殿下說的是。大梁傳聞裡，寧王蕭林燕體弱多病，3步一咳，5步一喘。沈昭暫不定罪，押回京兆府看管。花轎案重審，送親隊伍所有人不得離京。大人，沈昭身上嫌疑未清，我知道，
但在真凶抓到之前，蘇家願替他作保，至少別讓他不明不白死在牢裡。沈昭，你以前不會這些。陸少隱以前也沒認真看過我。蘇婉寧被細線勒死，胸口刀傷是偽裝，喜娘收錢壓蓋頭，逃走的男人是誘兒，銀葉子是關鍵。一個剛從死罪裡撿回半條命的小捕快，當夜摸進京城最大的地下毒房，那不叫查案，那叫把自己洗乾淨送上砧板。你倒是睡得着，外標因为花轎案快吵翻天了，周大人一夜沒合眼。周大人睡不着，是因為案子沒查清，還是因為昨日差點定錯案？喜娘已經招了，有人給了他50兩銀子，讓他替蘇小姐重新壓一次蓋頭。那人戴着斗笠，身量不高，左手虎口有舊傷。逃走的那個男人呢？昨日那麼多人看見他從花轎旁跑出去，京兆府總不會一點蹤跡都沒追到吧？還在追，沒抓到。指認我收銀子的那個人呢？也跑了。沈昭，這件事京兆府會繼續查，你不必局句帶詞。我不帶詞，昨日就已經認罪畫押了。喜娘是貪財的中間人，逃走的男人是明面上的誘兒，指認我的人負責把罪名往我身上扣。3個人分工這麼清楚，背後一定有人在安排。我要看蘇婉寧出嫁前3個月的行蹤，見過誰，買過什麼東西，府裡有沒有丫鬟小厮突然離開，還有蘇家近來所有大額銀錢往來。你現在還在嫌疑裡，卻像真把自己當查案的人了。陸少隱若能查，我倒是樂得歇着。可你們查到現在，除了差點把我送死，還查出什麼了？我去調蘇家的口供，你別再私自亂動。沈姐姐，外頭人都說你昨日像換了個人。那他們以前很了解我。以前的沈姐姐不太說話，被凶也不敢回嘴，昨日公堂上的話把大家都嚇住了。人快死的時候，總要學會回嘴。那你真的能抓到殺蘇小姐的人嗎？能不能抓到，要看兇手急不急。最後一次，他去了長樂坊附近的一間胭脂鋪。蘇婉寧不是單純被害，她死前很可能已經察覺了危險。沈姐姐，你真要去啊？陸少隱要是知道我幫你出去，一定會罰我的。所以別讓他知道。長樂坊不是什麼好地方，府裡的人都說那裡進去容易，出來難。你要是遇到危險，就別硬撐，先回來再說。放心，我這個人惜命。這種地方，真正要緊的門，從不擺在明處。新面孔，誰帶來的？銀葉子果然是幸運。那裡不像普通賭客能進的地方。哎呀，怎麼走路的？哎呀！石階盡頭有一股很淡的血腥味。甲七送南城，乙三入蘇府，丙九轉舊倉。葉片邊緣的暗紋
和賬冊上畫的標記一模一樣。這不是尋常打手，是後來我在開篇裡遇到的那場圍殺。他認出了銀葉，那就夠了。花轎案是誰讓你們做的？我不知道。白衣青壳，云纹暗器。我没耐心陪你耗，现在说你还能活？花轿里的新娘不是第一个。官差来了！京城裡最出名的病弱貴人只有一個，冥王萧凌燕。现在回京兆府，只会把线索带进別人的眼皮底下。宁王府別院，萧凌燕暗中救我，線索卻又指向寧王府，他到底是在幫我查案，還是在把我往他的局裡引？有些東西能藏，有些東西必須帶在身上。沈姐姐，你身上怎麼有血？不是我的。你每次這麼說，都像要出大事。陸少英剛才來過2回，問你睡了沒有。我說你頭疼已經歇下了，他好像不太信。他信不信不重要，只要沒進來就行。這就是蘇小姐手裡攥着的東西。那你查到他從哪兒來了嗎？查到一點，但還不夠。阿蠻年紀小，心也軟，有些事知道的越少越安全。你昨夜出去了？陸少英一大早過來，就為了問這個。沈昭，你現在還沒洗清嫌疑，京兆府只是暫時看押你，不是放你自由行動。你若再私自離開，一旦出事，我未必能保你。你想保我，還是想保京兆府？都有。幫我查這幾個地方：蘇府、長樂坊、城西舊倉，不要走明面，別讓周懷正知道。你到底從哪兒弄來的？你先查，查完若覺得我該說，我再說。沈昭，我可以幫你查，但你也得答應我，別再一個人往危險地方闖。昨日公堂上我沒有護住你，是我失職，可我不想再看你被人抓住把柄。陸廷舟不壞，只是太懂官場，也太知道怎麼避禍。行，我盡量。你這句盡量聽着比不答應還嚇人。不去危險地方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有些門正大光明進不去，就只能夜裡翻牆。王府守衛比京兆府嚴得多。如果蕭凌軒真如傳聞那樣病弱，一個閒散王府不該有這樣的防衛。他不是要殺我，是要試我。
再試下去，你家王爷该睡醒了。韩正，不必拦他。沈补太深夜入府，若是查案，本王该请你喝茶；若是行刺，你这动静又稍微大了些。王爷既然知道我是来查案，就省些客套吧。长乐坊的暗账里为什么会有宁王府別院？你動作比我想的還快，昨夜剛拿到賬冊，今晚就找到我這裡來了。所以昨夜屋頂上的人是你。沈捕快這話可不能亂說，京城人人都知道本王病弱，夜風都吹不得，更別說去長樂坊屋頂替你擋箭了。王爺若真柔弱，剛才就該躲不開。沈捕頭示人的方式實在不怎麼客氣。夜闖王府的人本來也沒打算客氣。那你現在試出來了？試出王爺會武，身邊有暗衛，還很會裝病，但還沒試出你是敵是友。若我是敵，昨夜那支箭就不會被打。若你是友，長樂坊暗賬裡就不該出現寧王府別院。寧王府別院3年前就已經空了，長樂坊暗賬裡若有他，要麼是有人借我的名義行事，要麼是故意把線索引到我身上。這種營業我不是第一次見，5年前寧王府舊案裡也出現過。先帝末年，有人指控寧王府私藏軍械，勾結邊將。寧王府舊案，那一夜，王府舊部死了很多人，賬冊被燒，證人失蹤，所有證據最後都指向我父王。後來呢？後來寧王府只剩我一個病秧子，朝中許多人便放心了。所以你也在查樂坊？查了很久，只是他們藏得深，每次碰到線頭就有人斷尾求生。蘇家小姐的死，是這幾年裡第一次有人把銀葉攥在手裡帶出來。王爺既然早知道銀葉有問題，為什麼不早查？蘇婉寧死了，喜娘被利用，原主也差點被你們這條線害死。你們暗地裡鬥了這麼多年，死的卻都是旁人。沈昭，注意你跟王爺說話的分寸。你說的對，死的都是旁人，所以我這些年查得越久，越不敢輕易動手。沒有證據，掀不開這張網，只會讓更多人被滅口。那你把紙條塞給我，是想讓我替你衝在前面？是。我需要一個能站在明處查案的人，你需要暗處的線索和保命的退路。沈昭，我們不是彼此信任，只是眼下目標相同。我不替任何人賣命。我也沒有要你賣命，你查你的案，我查我的舊賬，查到同一處時，互相遞一把刀。若有一日你覺得我也在局裡，大可以把刀指向我。長樂坊背後是誰？現在還不能確定，但他牽着毒坊、商路、官府暗賬，甚至可能牽着工部舊倉。單憑一個花轎案，動不了背後的人。那就從能動的開始。喜娘見過那個穿宋清小絲衣裳的人。蘇婉寧出嫁前去過長樂坊附近的胭脂鋪，暗賬裡有城西舊倉，先查舊倉。沈部長果然不喜歡繞路，繞路容易死人。那你看看這個。每一句都短得像隨手一花，可每一句後面都可能是一條命。這些案子也和銀葉有關，至少有4個失蹤前被人看見去過長樂坊附近，還有2個家中收到過銀葉。蘇婉寧不是第一個，也不會是最後的。最讓人發冷的不是屍體，是有人用幾個字把他們從案卷裡抹掉。這份東西我帶走。這是王府案卷，不能隨便交給外人。那你們留着看了半年，查出什麼了？讓他帶走。沈昭，長樂坊那邊已經知道你碰了暗賬，今夜之後你的麻煩不會少。你若還想一個人扛，未必扛得住。王爺是想說你能護我？我可以替你擋一部分案件，但明面上的路還是得你自己走。那王爺最好擋準一點，我的後輩不喜歡交給不熟的人。巧了，本王也不輕易替人擋箭。像一柄藏在鞘裡的刀。是我。沈姐姐，你再不回来，我就要去找陸少隱了。找他做什麼？讓他帶人去寧王府抓我。寧王府？別問，問了你也睡不着。
我现在也睡不着。你昨夜是不是又出去了？陆少英现在問這個，像不像明知故問？沈昭，我昨日才同你說過，不要再一個人往危險地方闖。我也說了，盡量。所以你根本沒打算聽。陸少隱，若每條線索都等官府批文，等層層上拜，等上面點頭，蘇婉寧的屍體現在已經入土了，我也已經認罪了。你比我清楚，有些案子不是查不到，是不想查。你昨夜查到了什麼？近半年京城失蹤女子17人，你先看看。這些都是舊案，有些已經結了。私奔逃奴、走失無名屍，結的倒是乾淨。可他們失蹤前都去過長樂坊附近，其中2戶人家還收到過營業。這份卷宗從哪來的？若這些案子真有關聯，那花轎案就不是單獨命案，是有人在京城裡長期拐人殺人，還能讓官府一次次草草結案。所以我需要卷宗房裡所有女子失蹤案的原卷，包括那些被判成私奔逃奴走失的。这次你若還怕擔責，我就自己去偷。你說話能不能別總像拿刀戳人？習慣了，改改。看情況。我去調卷宗，但你得答應我，看可以，不能私自帶走。還有，義莊那邊沒有我的手令，你進不去。我帶你去。14歲到20歲，繡娘、賣花女、酒肆老闆的女兒，出門買一盒胭脂，就再沒回來。柳杏兒，你認識？她住在我家隔壁那條巷子，以前賣花的，笑起來特別好看。她不是私奔。你確定？我確定。她娘病着，家裡還有個弟弟，她怎麼可能私奔？她失蹤那天，她娘還在巷口找了一夜，後來來府衙報案，衙門的人說杏兒姐姐可能是跟人跑了，不讓她娘再鬧。沒多久，她娘也病死了，她弟弟被親戚接走，後來就沒人再提這事兒了。人沒了，家散了，最後只換來案卷上輕飄飄的一句私奔。去義莊。驗屍不是為了血氣，是為了讓這些已經開不了口的人再給自己說一次話。你懷疑他們被關在同一個地方？至少有幾個人去過同一個地方。他們失蹤後有一段時間還活着。蘇姑娘，你怎麼來了？我聽說沈捕頭在查長樂坊，蘇家有幾間鋪子在那附近，我讓人去問了問。我妹妹出嫁前1個月確實去過長樂坊附近的胭脂鋪，她沒有只買口珠，還曾讓掌櫃替她傳過一句話。傳給誰？一個叫柳杏兒的賣花女。柳杏兒，若我出事，查營業。這是我在她舊裝欄裡找到的。昨日之前，我一直以為她只是婚前心緒不寧亂寫的。她在查柳杏兒的失蹤，她查到了營業，所以她死在花轎裡。沈昭，我之前恨錯了人，可我現在不想說那些沒用的話。你告訴我，我能做什麼？你繼續查蘇家商路，尤其是和長樂坊、城西倉運有關的鋪子，不要驚動太多人。越是平時看起來乾淨的賬，越要查。好。那我們現在去城西，你又想一個人去？這次不能帶太多人，若舊倉真是關押他們的地方，裡面的人一定盯着官府動靜。你帶人從明面查附近倉籍，別靠太近。我先去探路。沈昭，你知道這有多危險嗎？知道。知道還去？就是因為知道，才不能讓一群衙役敲鑼打鼓的過去。陸少隱，你不是想查案嗎？那就別只想着把我攔下來，去做你該做的事。一個時辰後，你若沒出來，我帶人進去。可以。沈捕头每次見我
都這麼不客氣。王爺大晚上不在府裡養病，跑來這種地方吹風，不怕明日又咳得給全京城看？習慣了。你查得比我想的快。你給的卷宗夠明顯，那也要有人肯看。那裡有一扇小門，守衛半刻一換，裡面至少有2层暗室，別走正门。王爺查得這麼清楚，之前為什麼不進？我進過一次，裡面搬空了，只剩幾件女子衣物和一枚银叶，之後再查，線索断了。這次未必會斷，所以我來了。就是這裡。他們曾經在這裡活着，等過，怕過，也許還盼過有人來救。後面還有暗門。这些不是证物，是他们最後留下來的痕跡。這不是普通命案了，這批假銀不是給普通人用的，做得太細，重量也壓過，若只是市井流通，用不着這麼費功夫。他要麼是為了摻進官銀，要麼是為了混進軍饷，從來都不是。若這些軍械流向邊關，死的就不止京城裡的17個姑娘。所以不能只拿幾件遺物回去，圖紙、模具、案賬都要帶走。來不及了，後牆有水道，你帶東西先走。沈捕头现在知道关心本王了。我是不想唯一的证人死在這裡。放心，本王命硬，沒那麼容易死。燒得這麼快，說明舊倉裡的人早有準備。我們不是第一批找到這裡的人，也不是他們第一次毀證據。你從舊倉帶出來的？舊倉已經被燒了，這些是我搶出來的。你現在立刻封鎖現場，查最近3個月進出城西倉道的車馬，再派人去查工部倉籍，看看這間舊倉掛在誰名下。沈昭，你知不知道這是什麼？私查軍械和官銀，是要捅到朝堂上的。所以才要快。你是不是又見了寧王？你們2個人，一個敢夜闖王府，一個敢把親王拖進案子裡。沈昭，你是不是真覺得自己的命很多？我只有一條命，所以才不能讓別人隨便拿去填案子。御史台來人了，來拿我。他們憑什麼拿你？舊倉裡明明找出了軍械圖紙，還有那些姑娘的東西，這些都不查，為什麼先抓你？沈昭，你涉案未清，又擅自行動，攪得京城人心惶惶。奉命帶你回去問話。鄭御史，舊倉中確實有軍械圖紙和假銀模具，此時拿它，恐怕會讓真正涉案之人有機會滅證。陸少尹是在教御史台辦案，下官只是就案論案。沈昭一個小小女捕快，擅闖毒坊，夜探舊倉，還私藏證物。若人人都學他，京城豈不是亂套了？
郑御史說的這麼清楚，看來對我這幾日查過什麼很了解。你想說什麼？旧倉失火才幾個時辰，御史台就知道我夜探旧倉私藏证物。沈昭，郑御史消息这麼快，是早就盯着案子，還是早就盯着我？牙尖嘴利，帶走。沈昭，他们不能这样带你走。別哭，我不會有事。你每次都這麼說，可每次都更危險。風向變得太快，快到像有人早就備好了話本。查案查到權貴腳下時，最先被審的往往不是案子，而是查案的人。沈昭，你原本只是花轎案裡的一個嫌犯，若老老實實配合審問，未必沒有活路。可你偏偏不安分，非要把事情鬧大。案子本來就大，不是我鬧出來的。哼，蘇家死了個女兒，自然可憐。可京城穩不穩，朝堂亂不亂，邊關軍心動不動，這些才是大事。那些軍械圖紙呢？假銀模具呢？這些也能當沒看見？舊倉失火，證據已經不全，你私自帶走的東西也不能證明來源。想活命就認下擅闖舊倉，擾亂案情。至於花轎案，你只要承認自己受人蒙蔽，收了銀子卻不知情，上面未必會要你的命。你笑什麼？笑你們連勸人認罪的話都差不多。前幾日京兆府也這麼勸過我，說我認了就能從輕發落。可我這人命硬，最不愛認別人塞來的罪。沈昭，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。你以為寧王會救你？他自身都未必乾淨。你查的這些東西牽扯太深，不是你一個小捕頭能碰的。那就說明我碰對地方了。哼，帶回去，讓他冷靜冷靜。舊倉失火太快，御史台來得太快，彈劾我的罪名也太準。花轎案、失蹤少女、舊倉、軍械、假銀，所有線索都在往更深處沉。你查的不是失蹤少女，是寧王府舊案。原來花轎案不是開端，銀葉子也不是開端。若是蕭靈燕，她是在提醒我；若不是她，就是有人想挑撥我和寧王府。你今日會被帶去復審。這麼快？有人把軍械圖紙、假銀模具和舊倉車馬記錄送到了御前，陛下親自下旨，讓大理寺、刑部、京兆府三方會診。這次不是小陣仗，御史台會咬死你私取證物、擅闖舊倉，周懷正也不會認自己草率定案。你若只想着逞口舌之快，誰都保不住你。陸少爺，你這是提醒我，還是怕我把你也拖下水？都有。可我昨夜翻了一整晚卷宗，那17名女子的案子確實被壓得太草率。蘇明淵昨夜送來的，蘇家商隊查到，近半年有幾筆銀子從長樂坊流量城西倉運，最後又轉進了工部名下的採買賬。假賬再乾淨，銀子走過的路也會留下影子。你確定夠了？只要大理寺的人不是全瞎，就夠了。沈昭，你原本只是花轎案嫌犯，卻私探長樂坊，擅闖城西舊倉，還私藏軍械圖紙和假銀模具，你可認？不認。我查長樂坊是因為蘇婉寧臨死前鑽着銀牌子，去城西舊倉是因為長樂坊案賬裡寫着舊倉。至於軍械圖紙和假銀模具，我若不帶出來，他們已經和舊倉一起燒成灰了。你說的倒輕巧，證物來源不明，誰知道是不是你故意栽贓？周大人說來源不明，那正好。請問舊倉失火後，京兆府封鎖現場了嗎？查過倉籍了嗎？問過附近車馬了嗎？舊倉失火後，下官已帶人查明，城西舊倉雖掛在廢棄倉籍下，近3個月卻有車馬夜間出入，車級寬度與工部運料車相逢，附近居民也曾聽見夜間搬運聲。下官昨夜才查到。可有記錄？陸廷舟，你既查到這些，為何不早報？且舊倉案發之前，周大人並未下令細查城西倉籍。第一，蘇婉寧不是死於匕首刺胸，而是被細線勒殺後補刀偽裝。第二，蘇婉寧死前查過柳杏兒，柳杏兒是17名失蹤女子之一，她並非私奔。此案為何以私奔結案？當時其家人並無確鑿證據，只說人不見了。京城每日走失之人不少，府衙人手有限，便暫作私奔處置。弟弟寧艷佑失蹤在給家中買藥，這樣的人私奔，周大人信嗎？周，
公堂之上不容你煽動情緒。我沒有煽動情緒，我只是在說第3件證據。長樂坊近半年有銀錢流向城西倉運，在轉榮部採買賬，蘇家商隊賬冊可以作證，城西倉運掌櫃的簽押也在上面。若幾位大人願意查，順着這條銀路，一定能查到假銀流向。沈昭暫且無罪釋放，留京聽審。長樂坊城西舊倉失蹤女子案並案重查，京兆府先前卷宗全部移交大理寺。大人，此案尚未查明，若貿然移交，正因为尚未查明，才不能再讓京兆府單獨查。你剛才差點把周大人氣死。氣不死，真氣死了，還得多查一樁案子。你在牢裡待了一夜，臉色不好，先披着吧。多謝，該謝的人是我，若不是你，我妹妹就真的成了一個被匕首刺死的新娘。柳杏兒他們也只會一直躺在那些沒人看的案卷裡。案子還沒完，我知道蘇家商路我會繼續查，你要什麼賬，我都讓人送來。沈昭，我妹妹沒能說完的話，我替她繼續說。你剛出大理寺，現在一個人回去不安全。我知道。知道你還……快动作！病弱。本王只是今日往日的身體尚可。王爺這身體上的得挺嚇人。沈捕頭剛脫罪便遇刺，本王若再咳得慢一點，你怕是又要嫌我擋箭不準。能問出是誰派來的嗎？問不出太多，這樣的人多半不知道真正主子是誰。不過他們來得這麼快，說明複審確實戳中了某些人的痛處。我帶他們回去審。陸少爺，審人可以，但別把自己搭進去。今夜之後，京兆府未必乾淨。王爺今日出手，是不打算繼續裝了？在陸少爺面前，還是要裝一裝的。至於你，你早就不信了。你找我，不只是為了救我吧？你今日在公堂上把失蹤女子案翻出來，下一步就繞不開寧王府舊案。有些東西，與其讓別人遞紙條挑撥，不如我親自給你看。那紙條不是你送的？不是。我若要告訴你，不會只寫一句半真半假的話。5年前，寧王府被指私藏軍械，所有賬冊在一夜之間燒毀，能作證的人一個接一個死了，最活下來的只有我這個病秧子。所以營業不是花轎案才出現的？不是，他第一次出現是在寧王府舊案的賬房師身旁。沈昭，現在你還要繼續查嗎？查。但從現在開始，王爺最好別再瞞我，否則下次我的刀指向誰就不一定了。從這一刻起，他們的案子終於有人重新翻開了。你牆上那些案卷，我要一份副本。沈捕周，那是寧王府5年暗查的東西，不是街邊隨手能買的紙。那就抄一份。給他，他若查得動，早晚會用上。是。沈昭，今日大理寺那邊會有動靜，
秦陵不会看着你繼續查下去。当朝首府百官之首，京中人人稱他清正，這樣的人若站在營業背後，才最可怕。5年前寧王府舊案是秦陵做的，當年彈劾寧王府的第一道折子出自他的門生，查抄王府的人是他舉薦的。後来所有證人死的死，失蹤的失蹤，最終得利的人也是他。我知道了。你現在連遮掩都懒遮掩了。你不是早知道我去見宁王了嗎？知道是一回事，看見又是另一回。沈昭，我現在越来越觉得自己不像查案的少卿，倒像专门替你收拾爛摊子的。那你今日可能要更忙。又出事了。查工部近5年军械采买，尤其是和城西旧倉有關的批文，再查最近邊關军粮有沒有遲發、少發、調拨異常。軍械假銀還沒查清，你又要查軍糧？不是我要查，是他們本來就連在一起。假银若混进軍饷，軍械若被私運出京，下一步一定是糧。兵器、银錢、粮草3樣，只要動2樣，邊關就會亂。這不是京兆府能碰的案子，所以現在案子在大理寺。我去查。大人，寧王舊部調換了粮車。粮車沒有出京。我查過蘇家的車馬行記錄，那批糧車在京郊換道後根本沒走北門，而是繞回了城南。城南那一片都是皇莊和寺院，尋常商隊進不去，我的人只能跟到這裡。護國寺，若糧真藏在護國寺，這案子就更麻煩了。那裡不是普通地方，貿然闖進去，一個冒犯皇室的罪名就能先把我們壓死。所以我才來找你，沈昭。我妹妹查營業時，很可能也查到過蘇家糧道，她不是無緣無故被殺。我去護國寺，不能硬闖。我知道，這次不翻牆。花轎案、失蹤少女案、舊倉軍械案已經併案重查。護國寺若涉及軍糧藏匿，我可以憑手令請求搜查。請求可以，但他們未必會讓你查。那就讓他們拒絕的大聲一點。越不讓查，越說明裡面有東西。幾位大人，今日寺中供奉先帝牌位，不便驚擾。若是查案，還請改日地鐵。軍糧案牽涉邊關，不是地鐵拜訪，請寺中住持出來。女施主，護國寺乃皇家寺院，不是尋常府衙，若無宮中旨意，小僧實在不能放諸位進去。寺中近日可有糧車入內？寺中香火供奉不斷，有米糧進出，並不稀奇。我問的是軍糧。沈昭，別在山門前鬧得太難看。陸少爺，難看的不是查案，是有人把軍糧藏進供奉先帝牌位的地方。大理寺奉旨併案重查，花轎命案、失蹤少女案、城西舊倉軍械假銀案，皆牽涉軍糧流向。護國寺若問心無愧，就請開門受查。若拒不開門，今日所有人都聽見了。護國寺若清白，今日讓大理寺入內查驗，自然能洗清嫌疑。若執意阻攔，來日邊關將士餓着肚子上戰場，護國寺擔得起，還是攔路的人擔得起？申不快，護國寺供奉先帝，不敢有半分不敬。你今日若查不出東西，冒犯皇室的罪名，老衲也擔不下。查不出東西，我自己擔。但若查得出東西，住持也別急着說自己不知情。後院乃清修之地，女施主。糧車從後門進的，不查後院，難道查香爐？再乾淨的地，也會留下痕跡。這裡。這裡供奉舊經，平日無人進去。那就開門。真是军糧，这不可能，老衲不知此事。
空的。陪你看守夜间，陪你看沧海夜间。沈昭，这是什么？死尸名册。沈昭，这东西不能只压在我们手里。送大理寺，再送御前。有人扣军粮，私养死尸，再嫁祸宁王旧部，这不是小案子。神捕快，陆少爷，宫裡出事了！宁王殿下入宫面圣，主动承認自己多年裝病，可首輔秦大人當殿彈劾，說寧王暗養勢力，私察朝臣，勾連邊軍，有謀逆之嫌。陛下怎麼說？陛下沉默了很久，最後下旨讓禁軍圍寧王府，等候查問。秦榮不是被逼急了才反撲，他早就等着蕭凌軒暴露。沈昭，不能再往前衝了。現在寧王府被圍，秦吏已經把謀逆的罪名扣了下去。你若再被他們抓住錯處，誰都救不了你。所以不能等。秦陵把軍糧藏在護國寺，又讓人把死屍名冊放在這裡，不是失手，是故意讓我們找到。他想讓所有證據都指向寧王。對，軍糧被扣，嫁禍寧王舊部，死屍名冊裡有刺客名字，下一步就能說這些人受寧王指使。那我們現在把行冊送到御前，至少能證明死屍和護國寺有關。證明不了真正主使。這本名冊太乾淨了，它像一把刀，但刀柄被人擦乾淨了。你帶着這些東西回大理寺，護國寺裡所有軍糧、名冊、糧車印記都要封存，別讓京兆府單獨接手，也別讓御史台的人帶走原件。那你呢？沈昭，我去找刀柄。你別告訴我，你要一個人追秦人的線。你現在已經被他們盯上了，再往前走就是明着送死。如果秦羌現在最想除掉的人除了寧王，還有誰？你，所以他們一定會來找我。你這是拿自己當誘餌？是。沈昭，你以為每一次都能賭贏嗎？你若真落到秦帆手裡，他不會給你第二次翻身的機會。所以我需要你在外面活着查。若我被抓，你不要莽撞來救我。你去找蘇明遠，讓他把假銀流向的商帳送到大理寺，再去寧王府外把護國寺軍糧的消息遞給韓昭。蕭靈燕不會坐以待斃，他需要知道我入了哪條線。半個時辰後送到陸廷舟手裡。若我沒有回來，就告訴他，我失蹤前最後走的是長樂坊西巷。秦陵的人會搜走刀和銀葉，卻未必會注意一道新磨出的陶片。終於現身了。沈捕頭，我們大人想見你。你們大人是誰？你查到現在，難道還猜不到嗎？沈捕快最好別動手，你若傷了我們，今晚死的人就不一定是你一個。蘇家、京兆府那個小丫頭，還有幫你調卷的陸少爺，誰都能出點意外。用旁人威脅一個捕快，倒真像你們會做的事。7次左轉，4次右轉，最後一次下坡很長。我們大人說了，沈捕頭是明白人，不必用那些粗陋手段。那你們大人倒是挺會裝體面。沈昭，
這幾日京城因你鬧得很不安寧。不安寧的是京城，還是秦大人？年輕人有鋒芒是好事，但鋒芒太過，容易傷了自己。你原本只是京兆府一個小捕快，憑本事翻了花轎案，本官其實很欣賞你。所以秦大人請我來司牢裡欣賞。案子查到這裡，已經不是你能碰的了。你若現在願意站出來，承認自己被寧王利用，偽造證據攀刀朝臣，本官可以保你不死。秦大人想讓我做證人？不是證人，是迷途知返的人。寧王裝病多年，暗中豢養勢力，利用你查花轎案，把舊案翻出来，為的就是替自己寫脫5年前的謀逆罪名。他騙了你，你只要把真相說出來，朝廷不會為難一個被蒙蔽的小捕快。秦大人這番話準備得很全，只可惜我這個人不太會迷途知返，我只會順着證據往前走。那就可惜了。神捕头就在這裡好好想想，明日天亮前，本官還會給你一次機會。當我們命運重疊，恍然大悟，才發現人類這世界不曾缺。時間不落葉飛花的不及，而你在這裡就溫柔了一些。寧王府那邊如何了？禁軍圍着，暫時沒有動靜。韓趙的人被牽在外面，進不得宮。首府大人說，天亮前要讓沈昭畫押，只要他認了寧王利用他偽造證據，明日朝會便能坐實寧王謀逆。那賬冊呢？等寧王府一倒，就轉走，舊賬不能再留在京裡。在你心上陪你每個黑夜，世界不是都是對的留戀的離別，總是在個月滿之前，我的願並非只手上含淚蔓延，而是你一往無前，拾起曾令我愛有的笑顏。若故事重演，我想我依然會有我。裡面怎麼沒動靜？沈捕長，你還真是不知道怕。怕，所以才要快一點。沈捕太，把東西交出來，我還能讓你少吃點苦頭。這話你自己信嗎？大理寺辦案，所有人放下兵器。你早就留了后手。我這個人惜命，真以為我敢一個人進來，是因為不怕死？沈昭，你下次再拿自己當饵，我一定親手把你鎖進大理寺。先別罵，拿好。這裡面有長樂坊暗銀、舊倉軍械、護國寺軍糧，還有秦郎飼養死士的名冊。寧王府當年不是私藏軍械，是奉旨清查軍械虧空。對，秦良當年不是查出了寧王府謀反，是被寧王府查到了他的命門。让我这世界一切都在无情，我會用手中的線為你復原。陛下，沈昭不過京兆府一名小捕快，私闖民宅擅取政務，夜會寧王。他所謂證據來源不明，極有可能是寧王為翻舊案而偽造。沈昭，你有何話說？回陛下，臣女沒有話要替自己辯，臣女只陳證據。這是長樂坊案賬，
營業編號、營前劉巷、蘇府、城西舊倉、護國寺糧道都在其中。回陛下，長樂坊已經封查，案賬印記屬實。督访案賬牽扯市井污穢，如何能判到朝堂？這是蘇家商路賬。近半年，長樂坊有數筆銀錢經城西倉兵轉入工部採買。臣女蘇明淵願以蘇家全族聲譽作保，賬冊為真。若有半字虛假，願受查驗。臣女的妹妹蘇婉寧死前正在查柳杏兒失蹤案，她留下紙條，寫若我出事查營業。她不是意外捲入，她是因為查到了這條線，才被殺在花轎裡。蘇姑娘喪妹心痛，被人利用也不奇怪。秦大人一句被人利用，就想抹掉我妹妹的死嗎？陛下，商戶之女所言不足以定朝臣之罪。那军糧呢？北境军糧失蹤3成，卻沒有出京，而是藏在護國寺偏庭地下。回陛下，護國寺糧倉為臣與沈昭一同查出，軍糧官印屬實，死士名資也屬實，刺客領銀奧號與賬冊上長樂府案銀編號一致。陸少尹，你曾為京兆府官員，如今為了自保，替沈昭作證，難免有推責之嫌。臣有失察之責，願受處分。但失察是失察，證據是證据，臣不能因為自己怕擔責，就繼續讓舊案賴在卷宗裡。秦青，這些證據你如何解釋？臣不知長樂坊案賬，也不知護國寺軍糧。若有人借臣名義行事，臣願自請徹查。但寧王裝病多年，暗養勢力，私察朝臣，此事卻不容忽視。請陛下徹查寧王。寧王裝病，謀逆舊案。秦大人說的不錯，本王確實裝病多年，也確實暗查舊案。可本王為什麼裝病？為什麼查案？秦大人難道不清楚嗎？寧王殿下這話，臣聽不懂。那本王幫秦大人聽懂。這是北境12位舊將的聯名血書。5年前，尚未上報，寧王府便被冠上私藏軍械、勾連邊將的罪名。當年替寧王府作證的人，一個接一個死去。帳房林峰畏罪自盡，工部將人失蹤，宋姓小義病死。如今同樣的營業案文又出現在蘇婉寧案、失蹤少女案和長樂坊案賬中。可臣這些年每一日都臣病弱無用記得，寧王府上下不是死於謀逆，是死於滅口。這半頁密旨藏在秦黨司牢賬冊夾層裡，上面有先帝舊印，也有寧王府奉旨清查軍械虧空的殘據。若寧王府當年真是謀逆，為何會有這份密旨？若密旨是偽造，又為何藏在秦黨司牢，而不是寧王府？秦龍，你還有何話說？臣為大梁操勞20餘年，清查亂黨，整肅官場，所做一切皆為朝局安頓。沈昭一個小捕快，懂什麼朝堂平衡？你一個小小女捕快，憑什麼毀我20年經營？憑你犯下的每一樁案子，都有人記得。蘇婉寧記得，所以她死前攥着銀葉；柳杏兒的母親記得，所以到死都不信女兒私奔；寧王府舊部記得，所以5年後還有人願意聯名作證。你以為把人殺了，卷宗燒了，真相就沒了？秦大人，案子不會自己開口，但總有人會替他們說話。秦中一黨交由大理寺、刑部、督察院3司會診，寧王府舊案重啟，所有相關卷宗重新核查，花轎案、失蹤少女案、軍械假銀案並案清算。沈昭，你想要什麼賞賜？臣女只求一事，重查京中羁押冤案，設立女提刑官一職，准許我查案。准了。宁王殿下身子還是這麼差呀！還裝？在外人面前，本王總得給沈大人留些英雄救美的機會。少來，城南出了新案，走不走？沈大人親自來請，本王哪敢不走？這一次，我要自己走。我知道。